大家好，我是于超。今天稍微早了一点儿，但是早了总比那个晚上好，晚了好。就是今天我这个题目啊，叫 Forever Young。Forever Young 呢，它是那个依云矿泉水的一个广告。哎，孙强你好，那个是依云矿泉水的广告。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查一查，那个依云就是 Evian，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那个法语。然后呢，那个广告就是有一些那个年轻人在那个橱窗的那个窗户里看到的倒影是婴儿的那个样子，但是婴儿呢也会像他们一样跳舞啊，那个扭动身体啊，那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广告。我怎么想起这个来了呢？就是今天早上啊，那个我们公司突然就开会，那个会都是没有安排的，突然开会呢就宣布那个组织变动 organizational change。 然后呢那个有很大的这个组织变动。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公司好像是和我们公司合并了之后呢，过了几个月，我们这个技术团队呢就被，反正这个人分到那儿，那个人分到那儿，我呢就被分到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活的那个地方。我以前的那个活呢，那个都不叫我干了，然后那个把我给安排的另外一个我也比较陌生的一个小组，而且那个剩下给我干的活也很少。这样的话呢，我立刻就感到不安全感了。正好呢，就是昨天呢，那个我那个小组的这个头给我建议说，那个哪有一个就是工作机会，就公司内部的工作机会。他说你可以去找谁谁谁问一下看一下。当时我还挺奇怪，我说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呀？他就跟我说于超，你不是挺喜欢那个写代码的吗？他说那个类工作机会有写代码的，结果今天又宣布这个组织变动，所以我就意识到，其实昨天那个我们那小组头他已经知道那个风声了，所以他就给我提前建议了一下。结果呢，因为昨天我听他那个建议嘛，我就在这个今天凌晨向我们那个公司那个职位投了一个一个简历。然后就开始这个今天早晨的那个连续2个会。第一个呢是我直接的这个小组的头，第二个呢是小组的头的老板给我们这些被分出去的人在那个分头这个开会。后来呢，那个当时给我的感觉就跟那个监狱里边换那个监舍似的，让你从一个那个不熟悉的环境，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忽然换到一个那个不熟悉的环境。本来那个熟悉的环境也不至于舒服到哪儿去，但至少你已经习惯了，还有安全感。突然给你弄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呢，你那种不舒适、不安全感什么的，就很高。正好呢，那个我给分到另外一个小组嘛，那个小组的那个经理啊，他正在度假，他还没回来。然后呢，我又等于被投诸闲散，然后那个原来负责的那些活都不用我干了。然后我心说，这不就离被解雇就一步之遥了吗？我说赶快利用这时间找 LinkedIn 上赶紧找工作，你知道吗？正好呢，因为昨天我听了那个经理建议啊，我就把自己的一个简历，反正写的还挺好。然后呢，那个我就拿着那个既有的简历就开始，今天那个跑那个 LinkedIn 上使劲投了一通，然后呢也不知道有效果没效果，反正就有枣没枣3竿子吧。后来呢，边投简历呢，我就是边逐渐发现一点什么呢？我发现我现在这52岁了哈，过的这个人生啊，跟那25岁的那个人生似的，也是这个天天这个需要找工作，然后需要学什么新东西，然后呢那个我也没房子，没买房，我也买不起房，说实在的，然后也没多少存款，然后也离婚了。孩子也大了，跟没孩子一样。我就说弄来弄去，我说我怎么52岁过上这个25岁的这个人生了？而且呢，现在那个基本上我是在这个8个月到12个月之内吧，有相当大的可能呢是入狱的。我就想呢，考虑这个最坏情况呢，就是
我丢了工作，同时呢我又入狱了。但是我想把这两个串起来想呢，就是说我丢了工作，而我一入狱，我就不需要再支付那个房费、水电费，而且还能吃上那个免费的食物。我就觉得这个等于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记反杀呀！我说这是，所以呢，我说这两件最坏的事发生了以后呢，它互相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就是我丢了工作，但是呢却获得了免费食宿。而且其实还有免费医疗，在那个监狱里边，那个医生的那个时薪呢是20美分，你知道吗？你别看那个美国那个医疗贵的不行，全世界都有名。你稍微得点病，你一下几十万美元出去了。在监狱没事，在监狱你找大夫看，他给你看1个小时就收你20美分。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投资品看成是人生境遇的话。我觉得这个属于某种逆境的这个对冲投资，所以呢，我就想等这段事儿过去以后呢，我可不可以在我的简历上写上这个从事过高风险对冲投资啊？这不算编假简历吧？我觉得应该不算编假简历，我觉得。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现在过的人生是一种这个逆境的这个对冲投资的一种高风险的这个人生哈。所以呢，我就是觉得。以前呢，那各种各样的故事里边都在谈什么长生不老，这个青春永驻，永葆青春。我就心说，要是这青春是像我这么永葆法，我说还真的有点扛不住我这架势，天天都得学点新东西。然后呢，那个你在这个监狱和那什么之间去来回这个什么吧，来回。驾驭这个刀锋啊，就是所谓 Blade Runner。那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嘛，叫做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来了？中文名字叫《刀锋战士》还叫什么玩意儿 ？Blade Runner 就是说的洛杉矶，然后复制人什么那个事儿。我看我也是 Blade Runner， 正好我的名字叫走刀口嘛，于超也是真是 Blade Runner， 我的名字就是 Blade Runner， 这辈子也活出了 Blade Runner。因此那个。现在我在52岁过上了25岁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这个我就发现这个镜子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发明。因为我呢那个银翼杀手，对，银翼杀手，那个银翼杀手 Blade Runner，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镜子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发明。我不照镜子的时候，我还以为我15岁呢，我一照镜子发现我已经50岁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镜子非常糟糕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想，这个人生啊，人活一生，什么东西比较珍贵？我那俩猫打起来了，你等一会儿啊。这个人生啊，他那个怎么着算是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那个就是，当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有计划的规划好这个财务，有计划的就是规划好自己未来的人生。实际上，我就通过采访这些那个神韵演员呢，还有就是了解一些就是长久练法轮功，当年和我一样是年轻人，但现在都50几岁的人了。这些人普遍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年复一年的认为啊，师傅正法就快到了，你还执着常人的东西干嘛呀？结果把整个人生都给耽误了。到了40、50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晚年并没有一个保障，所以陷入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处境。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呢，就本着一个过好一个人生的这一个出发点吧，能够把自己的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计划的规划自己的晚年，而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这个应该有的对自己人生负责、对别人人生负责的这么一个态度呢，去好像对未来的事儿就不闻不问，身体呢也那个不去考虑。但是就是单纯如果考察我这个个例的话呀，我就觉得实际上，哎呀，我在人生中经历了那个这些事儿，就是我在22岁的时候，刚刚过22岁，我妈那个去世，
我妈去世呢，其实当时给我带来特别大的这个冲击，在后来的大概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啊，我一直都是，哎呀，对于我妈去世这个事儿难以释怀。然后呢，经常想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虽然这个问题挺没有挺没有含金量的，但是他忍不住你在脑子里会想这些事儿。然后呢，就是人们说就是时间会抹去那个伤痛吧。其实就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来说，时间不会抹去伤痛。我记当年1994年我妈去世的时候，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什么的，我还就记得各种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天气、阳光，那个潮湿不潮湿、闷热不闷热，我都记得一清二楚。那么之所以我还能够承受住呢，并不是因为这个伤痛变轻了，而是因为我怎么说更加成熟了，也更加有容量了，所以是我变了，并不是那个痛苦变了，那个痛苦那个没有变，实际上。而我呢，有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遇上这种事儿，或者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事儿。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看到社会上一些事儿，和班里的这个同学说，班里的同学就说：“哎，怎么就你老遇上这种事儿？”当时我就想是怎么我老遇上这种事儿。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老看到这种事儿，我还经历类似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20年、30年过去了。我今年距离我妈去世整整30年了。30年过去以后呢，其实我在回顾过去的这些人生的时候，我就发现，实际上我似乎是实现了一个人生中的一个使命，或者人生中的任务，就是从那些别人难以承受的那个痛苦中淬炼出一些珍贵的东西，然后分享给那些周围的人。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就问我姐，其实到了可能是高中的时候，我还问我大姐，我就是想问她这个人生到底该怎么过，人生中重要的含义是什么。我大姐当时呢，似乎是比我明白一些，她就说：“于超，我到时候有时间会跟你说的。”那时候我大姐可能27岁，我可能15、16岁，刚刚上高中。然后呢，后来我大姐很快就出国了。那也出国了以后，我也长时间就没和我大姐见面。然后等到我活到现在以后呢，发现不是别人给我提供答案，而是我经常给别人提供答案。我就说我这辈子我想要答案的时候，没人给我答案，结果到了现在，我反而给别人答案。就是这些事儿呢，我就觉得每个人呢，他是，我不知道别人的人生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人生，我现在回头看一看，我看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就是说我呢，就是经历了一些就是我此前难以想象的那个事情，其实很多是痛苦。然后从这些痛苦中呢，我去提炼出了一些一些值得分享的东西。然后这些值得分享的东西呢，也帮到了相当多的人，这个我还是挺欣慰的，其实是。然后呢，其实从很早以来吧，往至晚里说也30岁上下，我被四肢固定在一个木板上面，叫做上大板，这是一种惩罚方式，在黑监狱里边。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死亡，并且就是始终这个思考，我如果下午死，我现在该做什么？如果2个礼拜以后死，我该做什么？就是说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习这个死亡吧。然后呢，就一直到现在。其实呢，好多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这个人生啊，在当时当地就是不确定，还有那种压力、紧张、焦虑，就使得我就觉得这个，如果就是觉得这个人生不是特别值得留恋，你知道吗？但是与此同时呢，我又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就是我可能会活得很长。但是活得很长呢，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事情，因为就比如说我现在到52岁，这还面临着这工作马上就要丢工作，而且丢了工作以后呢，有一点积蓄，但是呢是那种完全是战备应急的那种积蓄，然后基本我是手停嘴停，
并不是像别人那个手里已经攥了好几套房子收房租，然后呢那个就是能够过一个那种生活了。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把我换到他们的那个人生中，比如我手里攥了4套房子，在加州有3套，在什么那个哪儿，在那个德克萨斯还有1套，然后呢我可以收一收房子。房租，然后那个一年去一次法国啊，什么去一次日本什么的，就这些都安排好了，那个是我想要的吗？我觉得那个很有可能也不是，说实在的。所以这人生真的是两难。你呢想，我就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在他眼里我完全就是个传奇人物，你知道吗？我儿子眼里我是个传奇人物。后来的那个。但是他也看到我如此的这个艰难和那个生活中的如此多的这个不确定性哈，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他说爸，他说是不是要成为传奇人物就得经历这么多那个艰难困苦啊？我说那是，我说你成天仨宝俩岛，你就想成传奇人物啊？我就跟他开玩笑，但是我马上就安慰他，我说你别着急，我说那个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不一样。人生也不一样，我说我觉得你有那个当大官的这个潜力，我说你就好好在你的那个人生中找到你的那个意义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过得这么这个戏剧化的这个人生。就这样的人生，我就觉得就是稍微旁观一下哈，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生我这个人生跟电影似的，我就感觉真的跟电影似的。好家伙，这个几分钟一次，几分钟一次那个高潮，几分钟一次情节，就这种感觉。可是你要假如真的生活在这个电影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跟那个前2天那个 Jordan Peterson 在那个就应该是他最近的巡回演讲，就是与神摔跤的人。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和神摔跤的这个人。就在他的那个演讲，可能是别人摘取了一些片段，他就提到自己啊，那个这些年的这个经历。他说始终是在这个未知和已知的这个交界之处，他去过他的人生。而且呢，那个在未知已知的交界之处呢，你当时当地你可能付上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他说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你是非常 unpleasant 的，就是你是非常不舒适的，你知道，那个不在你的舒适区之内。你是非常不舒适的。然后呢，他说，然后但是你呢，就是努力的去这么活这个未知，你就活出了你真实的自己应该有的那个份真实的人生。我觉得他这个话还真是挺安慰我的。我就从中国人那儿，我很少听到这种话。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也鼓励自己，就是埃德蒙·伯克。就是和那个美国的托马斯·潘恩隔着大西洋互相那个论战的那个人，也是这个英美保守主义的这个开山鼻祖之一吧，埃德蒙·伯克。埃德蒙·伯克他得罪了好多人，他得罪了很多人。因为他呢在英国那个起诉那个印度的那个总督黑斯廷斯这个勋爵还是什么爵呀？我忘了那个人的爵位是什么了，因为他认为他在那个印度的那个统治方式违背了自然法中对人的这个尊重，而且就是这种统治方式你在印度那么做，你就会腐蚀在英国的这些这个绅士们吧，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付出了很多，因为那个黑斯廷斯实际上他最后也被这个埃德蒙·伯克弄的，反正是财务上差点没破产，但是英国议会念他为大英帝国出过大力，所以呢还给他补了点钱，没让他被那个埃德蒙·伯克彻底弄破产。然后呢，埃德蒙·伯克自己是欠债，一直到自己死的时候还欠着债死，你知道吗？所以呢，而且他死的时候，这个担心和那个托马斯·潘恩一样，他都担心自己的那个坟被人给挖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呢，你要真正的想按照自己这个认为正确的这个事情，你去活你的人生呢，其实是充满了这种跌宕起伏和这个艰险的。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最近呢，我在看在看一本书是谁写的呢？是那个米尔斯海默和那个沃尔特合著的那个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我之所以看这本书呢，是因为我一段时间以来吧，就是自从那个
那个去年10月7号，就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恐怖袭击以来，巴以冲突呢，以及美国的这个应该有的态度，包括到现在为止，常青藤大学的那个校园被那个支持哈马斯的这个学生去占据，所有的这些事儿，然后引发了很多这个网上讨论。那个中文语境中的那些讨论呢，大部分都说这个以色列是对的，哈马斯是邪恶的，然后是那个美国是文革等等等等这一堆东西吧。我老觉得就是这个里边啊，有些就是不是说特别说的透彻的东西。结果呢，我就去上网查相关的资料嘛，就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2007年写出来的，但是这本书最初发轫于呢是2002年，这个米尔斯海默和这沃尔特给这个大西洋月刊写的一个由大西洋月刊向他们约稿的一篇文章。但是经过多少个月，8个月、9个月的这种来回来去，就是那个编辑说你再改这个，你再改那个，全都按照对方编辑要求改了。突然的一天，他那个编辑就跟那个沃尔特和那个米尔斯海默说，这个我们对你经过修改的这个稿子也没有兴趣了，然后呢也不会刊登你们这个了，什么都没说，这个就把他们给撂在那儿，这事儿就黄了。然后呢，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米尔斯海默也没有多说，只是叙述这个现象。但我觉得呢，是因为写这篇文章的那个风声透露出去了，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那些人向那个大西洋月刊施加压力了，所以大西洋月刊也不敢去刊登。但是呢，大概在2005年，也就是3年之后，那个有一个叫伦敦书评还是伦敦书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 book review 那个伦敦书评的那一本，那个主编从大西洋月刊那儿看到了被他们拒绝稿件的这个复印件，他就觉得这篇文章一定要登。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政策呀，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裹挟。那么被裹挟之后形成的这个中东政策呢，对美国不利，对很多时候对以色列本身也不利，而且造成了很多这个巨大的这个困难。那么这篇文章呢写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得罪人的。然后那个米尔斯海默和这沃尔特俩人呢，也都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包括人身攻击在内的那个攻击吧。然后呢，这两个人他都不是无名小卒。这个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沃尔特已经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术院长了。而那米尔斯海默呢，他一直就是那个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这个应该是国际政治还是就是政治系，我闹不清楚了，还是国际关系系啊，我闹不清楚了。那个可能没准就是政治系系主任。所以呢，这两个人都是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测试，国际著名的测试可以说是。然后呢，他们写了这本书里出来以后呢，一时这个激起千冲浪。然后我呢，就是看了看他们所受的这个攻击，好多都是人身攻击，包括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法学院教授，叫做叫做德肖维奇吧，就那个人，他说米尔斯海默文章片面，他是个骗子，还说他是个偏执狂什么的，这基本都是人身攻击了。还有人说他们俩是那纳粹分子，但米尔斯海默本人就是个犹太人，你还说他是纳粹分子？那个沃尔特的祖上也有救助犹太人的那个行为，包括他祖上也有犹太人。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毫无根据的那个人身攻击啊，还有各方面的对他们的边缘化，其实我看的就是和那个法轮功群体和对这个肖明和对我做的事情是特别像的，其实是，然后我就开始读那个书，那个书写的是非常的那个有勇气，而且呢，他在那个里边啊，就是充分的把那个以色列为美国做过什么说的特别清楚，这个点是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以前那个节目说，我说你要想就是彻底铲除法轮功，你首先得说法轮功哪儿好。其实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就是这种风格的论述啊，是我在监狱的时候读那个熊彼特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那本书。熊彼特是谁呢？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
那个统治中国这个经济学的是一本书，就是萨缪尔森写的那个经济学。而萨缪尔森的学生呢，是那个谁？是那个，就是不是萨缪尔森的老师呢？就是那个熊彼特。熊彼特他应该是奥地利人，我个人认为，现在很多人谈熊彼特的人谈的不多，但是熊彼特这个人是非常有见地的一个人，在各个方面，在这个经济啊，在这个国家该怎么运行啊，在什么是人的自由啊这方面，他是非常有见地的这么一个人。奥地利颇出了一些人，包括米塞斯啊，包括哈耶克呀，我觉得这个熊彼特也算是一个。但是后来呢，这整个的世界都是往这个政府集中权力，也就是往凯恩斯那方面走。这个扯远了，就是那个我在监狱里啊读那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时候，那本书可以说是痛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经济学和历史，还有它的哲学各方面，我认为就是从根上斩断这个马克思主义它的那个虚假论述的那个利器，可以说是。但是从一开始，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这本书里边很多这个就是非常得体而准确的称赞，就是说他在论辩的时候，先于他的对手，把他对手所有好的地方都摆到桌面上，不用你说，我来替你说你好在哪儿。等我说完了，你看我说的够不够？不够，你再来添。实际上呢，他是非常就是充分的把他的对手的好处全都摆到桌面上了。后来我当时我就有几个想法，一个想法我就说，哎呀，我说以后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学养，我也有这样的自信，能够把我论辩对象的所有好处都摆在桌面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就意识到，以后我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要知道这个人要从根上斩断他那个对手这个任何生存的那个可能性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把你所有的好处都摆在桌子上了。在这个情况下，我来批评你，我那个批评就是难以抵挡的这个批评了。后来呢，就是我在出狱以后，我就看那个 TED Talk， 就是 TED 那个应该叫什么呀？反正是就是那些有见识的人去交换想法的一个地方。TED Talk 里边谈到那个海洛因上瘾，他就说你要想去除人的这个瘾号，你呢就一定要就是看到这个瘾号给这个人带来过什么。这个给我特别大的启发，实际上是就是这些经历就使得我就是观察世界和思考的时候，当你要批评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是说仔细的看到他可能或者他曾经真实的给一个人或一些人带来过的好处是什么，你才能全面的看清楚这个事儿。而在那个米尔斯海默以及沃尔特写的那个就是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里边，我又看到这个非常让我那个熟悉的这种风格了，就是说他把以色列曾经为美国出过什么力写得清清楚楚，就每一件事上以色列出了什么力，以色列哪没出力，他当然也写得非常清楚。当你把以色列说的就是这个出的力都说得这么清楚的时候，你的批评就完完全全站得住脚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风格还有这种思考在这个中文圈里就是很少见到。与此同时，我也看到那个米尔斯海默他和那个沃尔特在这件事后边受到那个攻击啊，我也有个就是特别强烈的感触。我就觉得这个勇气对于一个人呢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然后你之所以有这个勇气呢，其实我觉得一是来源于你求真，就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二呢是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啊是高过你个人这个得失的，你需要找出那些事情。也就是像我刚出狱，其实可能不是刚出狱，可能我在狱中的时候就跟我儿子说，就是你要发现那些你值得为之去死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呢，你就回避那些风险。如果你真的发现有些事情是 bigger than you， 就是比你大，你值得为之去死，我说你一定要迎着风险就上，因为那个会让你过出一个高质量的人生。然后呢，虽然我呢是现在能够清楚的说出这些
这个道理，但是实际上我的人生中一路走来哈，并不是在这个清楚的道理下指引着，而是我逐渐把过去总结出这些东西来。但是我也的确经历了很多这个相当艰难的那个时候。现在我正在艰难之中，就像我以前说的，我现在面临着这个4项刑事重罪的起诉和1项刑事轻罪的起诉，这是马萨诸塞州起诉我，然后拜这个主佛以及神韵之赐吧，他们那个编造了那个虚假的这个陈述，向那个国土安全部，或者是向 FBI， 或者是向2家来说我要用枪支攻击他们。然后在这个对我这个住处的搜查之中呢，他们搜出了我正在办枪证的从那个明尼苏达带来的枪。所以呢，我现在就被那个马萨诸塞州这个刑事追诉。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我就觉得，因为你每天遇到的这个事情，它都是全新的。你说这个年轻意味着什么？年轻意味着你的荷尔蒙的分泌浓度，还是意味着什么？我还是意味着你能吃肉比你50岁的时候吃的多，或者是那个，就是你用什么来衡量年轻？我就觉得就是你的生命是不是每天都面临着一个更新，这个才是你那个就是是不是年轻的那个什么，这个一个标志。我觉得，假如你比如说在20-30岁，你就是对于那个你如何享乐或者你如何那什么都已经非常在计划之中了，我就觉得你可能过的是一个相当重复的一个人生。我不知道哪种人生值得选择。而我现在的人生其实也不是我选择得到的，因为大事上我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就比如说，当我知道神韵那会儿发生了那样对孩子的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选择，我就得把这个事儿说出来。所以呢，这个不是我选择来的，而是我没有回避得到的。很多人回避了，他就得不到这样的人生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 forever young 啊，就是青春永驻啊，它并不是一个享受的状态，而是一个需要特别集中精力。你在巨浪之中，就像那个冲浪者一样，那个 ride wave 就是驾驭你人生的巨浪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我今天的一点心得。这儿有人说师傅今年是73了，说可能会去世。其实我并不希望师傅去世，我希望师傅因为他做的事情被追究责任，所以我希望他长寿。那今天我节目先做到这儿。看看。我不知道我说这些东西是不是说太散了，但是我也是有感而发。那我希望各位都有一个就是每天都充满新内容的这么一个人生吧。Forever young，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